如果你最近一打开新闻，看到的都是 AI、Agent、龙虾、Token，越看越热闹，却越看越乱，那你不是一个人，很多人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完全不懂，而是每个词都听过一点，但不知道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。结果就是新闻看了很多，概念也记了不少，可真要你判断哪个是大趋势，哪个只是短期故事，你又分不清，而且还会直接影响你怎么看投资机会。因为如果连这几个概念都混在一起，你很容易看错方向，也很容易买错东西。所以今天这条片，我帮你把 AI、Agent、龙虾这三件事讲清楚，再带你看他们最后为什么都会落到同一件事 ——Token 经济。你只要把几个东西听懂，后面你再看 AI，就不会只看到热闹，而会开始看懂钱到底往哪里流，谁才是真正有机会持续赚钱的公司。我们马上开始。先讲最简单的，我们看看这张图。 AI 比较像大脑， Agent 比较像员工，龙虾比较像一个真的被你请回来上班，能在电脑上动手做事的数字打工人。很多人现在接触到的其实主要还是第一层，也就是传统聊天 AI。你问他一个问题，他给你一个答案，他很会说，甚至越来越会说，但是本质上他主要负责的是输出答案。可是 Agent 就不一样了， Agent 不只是回答你，他会开始理解任务，猜步骤，调工具，记住上下文，甚至在某些条件下自己往下做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，以前的 AI 只是坐在会议室里提供意见，现在的 Agent 开始走出会议室去帮你跑流程。那龙虾这一类东西不是单独一个模型，而是把 Agent 真的装进你的设备、聊天界面和工作流里，让它长时间待命、接任务、调工具、实际执行。OpenClaw 官方把自己定位成会真正帮你做事的个人 AI 助手，例子包括清理邮件、发送信息、管理日历，甚至做一些跨应用的操作。英伟达进一步把它描述成一种可自行部署、能接聊天平台、记忆与工具链的 Agent Framework， 而不是单一模型本身。所以你现在明白了， AI 是脑， Agent 是会做事的员工逻辑，龙虾是把这个员工真正放进现实工作环境里。你也可以再往下拆一层，很多人最近也常听到另一个词叫 skill。 那 skill 又是什么？很简单， skill 就像单项技能，比如整理文件、抓资料、发邮件、填表格，这是一个个具体动作。 Agent 会调用 skill， 龙虾则更像把 Agent 和 skill 都整合起来，变成一个完整的 AI 员工。这一段你一定要先搞清楚，因为如果你不先分清楚这三层，后面你一听到 token 就会误以为那只是又一个技术黑话，其实不是。我认为这一轮 AI 真正有意思的地方，不是模型又比去年多聪明了10%，而是它开始从陪你聊天变成替你做事，这两者差很远。一个只陪你聊天的系统，很多时候你问一句，他答一句就结束了。可是一个要帮你做事的 Agent， 他可能要先理解你的任务，再规划步骤，再打开工具，再调模型，再做多轮推理，再把结果回写回去。流程一长，背后的模型调用、记忆调用、工具调用全部都会上去。换句话说，当 AI 开始真的进入工作流，它消耗的就不再只是注意力，而是一整套可被计量的计算资源。这也是为什么市场最近一直在谈 Agent， 因为聊天 AI 的天花板很大程度上还是人的时间。你一天能问多少问题，你能聊多久，这是有上限的。但如果未来不是只有人问 AI， 而是越来越多 Agent 会自己在执行任务，自己调模型，自己跑流程，那个消耗量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了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，以前很多工作都要你自己一项一项做，查资料、比价格、整理表格、写报告、回客户。未来则是你身边多了一组数字员工，24小时帮你把这些流程不停跑下去，只要他们一直在干活，背后就一直在消耗资源，而这个资源最后都会被统一折算成一个我们今天必须搞懂的东西 ——token。那 token 到底是什么？ token 就是 AI 世界里面的计费单位，也是工作量单位。你给模型一句话，模型要先读，读完之后要理解，
有些任务还要多走几步推理，最后他再把答案吐出来。这整个过程不是免费的，而是可以被拆开、被计量、被收费的。所以 token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3样东西的结合。第一，它像 AI 世界里的质数单位；第二，它像水电表，因为你用多少它就记多少；第三，它像继承表，因为你任务越长、越复杂、越多轮，它最后收费就越高。以 ChatGPT 5.4 标准模式为例，每100万 input tokens 是2.5美元，cached input 是0.25美元，output 是15美元。你看到这里应该立刻明白一件事， token 根本不是工程师之间的暗语，它已经是明码标价的商品，而且它不是只有一个价，你输入、你重复使用、模型输出，价格都不一样。这个设计本身就在告诉市场， AI 生意不是一个模型订阅费那么简单，它背后是一整套更细、更动态的计价方式。所以，如果你以前听到 token 这个词，以为它跟你没关系，我今天想帮你把这个误解拿掉。因为只要一个东西可以被稳定计量、稳定计费，而且需求持续扩张，它就不再只是技术概念，它会慢慢变成一个真正的经济单位。因为你每消耗一个 token， 背后都不是魔法，而是真实的供应链。里面有晶片，有伺服器，有高频宽记忆体，有网络，有电力，有散热，有机房，有软件堆叠。只要背后是一整条供应链，就一定会出现4个问题：成本谁承担，价格谁决定，利润谁拿走，规模优势谁最大。这个时候token 就不只是模型处理了多少文字这么简单，而是 AI 世界里面最基础的产能单位、流量单位、计费单位。英伟达在2026年4月的官方文章里，直接把新一代数据中心叫做 AI Token Factories， 意思非常值得你记住。以前工厂生产汽车、钢铁、晶片，现在 AI 工厂生产的是智能，而交付给市场的形式就是 token。这一句话的力量很大，因为它把一个抽象概念一下子讲成了生意人的语言。只要你把 AI 看成工厂，你脑子里自然就会冒出一堆真正有价值的问题：谁的生产成本更低，谁的产能更大，谁的良率更高，谁能把同样的 token 卖进更值钱的地方。德勤也讲得很直接，他把 token 称为 AI 的真正货币，并提醒企业，虽然单位 token 的价格在下降，但是总支出反而可能上升，因为用的人更多，模型更复杂，工作流更长。这句话对投资者很重要，因为很多人一看到价格下降，就以为这个行业完了，其实不是。很多时候，价格下降不是利润消失，而是需求爆发的开始。这跟很多成熟产业一样，高速公路过路费下降了，不代表道路公司一定赚少了。如果车流量大幅增加，总收入反而可能更可观。所以你现在开始理解了，市场真正在意的不只是 token 便不便宜，而是谁能让 token 以更低成本被生产出来，再以更高价值被卖出去。讲到这里，我想再往前推一层，因为很多人理解到 token 是计费单位之后，还是会停在一个太表面的问题上。那是不是 token 越多越好？不一定，真正值钱的不只是 token 的数量，而是它被放进了什么场景。就好像水的化学式到哪里都一样，可是一杯水放在家里餐桌上，跟放在沙漠里救命，它的价值完全不同。token 也是一样，从底层物理成本看，它可能差异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大，但是从商业价值看，同样一批 token 拿去闲聊，拿去做翻译摘要，拿去做代码生成，做法律审阅，做药物研发，价值可以差非常多。如果一家公司只是让你偶尔玩一下试一下，那它的 token 再多，商业价值也未必高。但如果它能帮企业节省人工，提升决策效率，降低错误率，缩短研发时间，那同样的 token， 客户愿意付的钱就完全不同。这时候你再回头看 AI， 就不会只看模型聪不聪明，而会开始看一家公司到底在卖什么。它是在卖娱乐，在卖效率，在卖企业流程，在卖高价值决策。这个角度一变，你的投资视角就升级了。那在这个 token 经济里，最有优势是不是 OpenAI、Google、Anthropic、阿里、字节呢？其实不止。我在 GMT 里讲过，小米为什么值得留意，
不是因为它突然多了一个技术名词，而是因为市场会开始问，如果 token 和 agent 能接近它原本就有的入口、生态和设备，它会不会多出一条新的增长曲线？你要知道，小米跟很多纯 AI 公司不一样，它本身已经有手机、IoT、家居、车这些入口。如果未来 agent 能真的进入这些场景， token 就不再只是云端里面发生的事，而是会慢慢进入你每天摸得到的设备、用得到的界面。这时候市场看的就不是小米会不会讲 AI 故事，而是它有没有机会把 AI 接近一个本来就存在的大流量入口，让 token 消耗和真实场景连起来。我不是说它一定赢，我也不是在这里叫大家立刻去买哪一只，我只是想提醒你，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模型公司，而是那些可能把 token、agent、设备、生态和分发入口连成一条线的公司。这就是为什么 token 经济离普通投资者并不远。它不是只发生在实验室，不是只发生在溪谷，也不是只发生在工程师的荧幕上，它正在慢慢进入品牌、生态、硬件和现金流。讲到这里，问题就很清楚了。为什么阿里、字节、OpenAI、Google、智谱、MiniMax， 甚至越来越多新玩家都在抢 token？ 因为他们抢的不是一个名词，他们抢的是定价权、场景权、入口权、基建权。你可以把整个产业大致想成4层，最底下是晶片、能源、数据中心，这是成本地板；再上一层是云和基础设施，决定 token 能不能稳定高效率的送出去；再上一层是模型，决定 token 够不够聪明，够不够稳；最上面则是场景和分发，也就是这些 token 最后被卖去哪里。如果一家公司只占其中一层，它可能很红，但是未必最赚钱。真正可怕的是那些同时握有多层能力的公司，因为他们不是只卖一个模型，而是在整条价值链上收费。你今天调用模型，他收 token 费；你明天把工作流接进去，他收平台费；你后天开始部署 agent， 他还可能收生态费、部署费、服务费。这时候他卖的就不再是单一功能，而是一整套 AI 生意系统。而很多散户最容易犯的错就在这里，他们一看到 AI 很热，就想找那只最会涨、最会讲梦、最容易上新闻的股票。但是真正成熟的投资不是追最热，而是看谁真正掌握了规则。在我30多年的投资经验里，越来越相信一件事，市场上最贵的学费不是你看不懂技术，而是你把故事当生意，把热度当护城河。token 经济也是一样，模型很聪明不代表公司很值钱，用户很多不代表利润很高，价格很便宜不代表最后会赢。最后能活下来的往往是那些既能控成本，又能抢场景，还能建立生态的人。你会发现市面上很多内容都在教你追新闻、追概念、追那一只看起来最猛的股票，可是一旦你这样学，你的视角就很容易永远卡在最后一步，只剩下一个问题：现在买哪一只？但是真正决定你能不能少交学费的，往往不是这个答案，而是你有没有一套顺序。你知不知道什么时候先看大势周期，什么时候看行业位置，什么时候深入个别公司，什么时候才轮到买入和卖出？所以我一直反复提醒大家，方法比答案更重要，顺序比热点更重要。token 经济这个题目就是很典型的例子。你如果只听到 AI 热、token 热就急着冲进去，很可能最后只是替别人抬轿。但如果你先看大势现在在哪个季节，再看 AI 处在产业周期的哪一段，再看公司到底是在卖铲子、收过路费，还是在讲故事，最后才决定进出场，那你的判断就会稳很多。就好像英伟达，它是这股 AI 潮里的表表者，但是你在不对的时间点进场也是会亏钱的。也正因为这样，我把我30多年的投资经验整理成选股5部曲，简单实用、容易掌握的选股方法。你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连结了解更多。AI、agent、龙虾这些词串联起来，最后都会落到同一件事：谁能把智能变成可规模化、可持续、可收费的生意，
AI 是脑 ，agent 是执行逻辑，龙虾是把这套执行逻辑真正放进现实工作环境里。而当 AI 从聊天走向干活，背后消耗的资源就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稳定，越来越可计量。这时候 token 经济就不是选修课，而是你理解下一轮 AI 财富分配的必修课。根据 SimilarWeb 数据， ChatGPT 在2026年3月全球月访问量约57.3亿，全球排名第6。Claude 同期约6.14亿，全球排名升到第73。OpenRouter 也升到约1577万月访问量。这些数字不是要你去背，而是要你明白一件事： AI 已经不是少数人的玩具，它正在变成大众入口、企业入口、开发者入口。而只要入口形成，背后的 token 消耗、定价、基建和现金流就会越来越重要。所以未来真正值得你关注的，不只是谁最会说故事，而是谁最有能力收费；不只是谁的模型最炫，而是谁能把 token 放进最值钱的场景；不只是谁今天最红，而是谁最有机会成为下一个10年里的收费站。如果你听到这里，开始从哪一支最热转成哪一层最赚钱，那今天这条片就值了。最后我想问问你，你觉得未来 AI 世界里最值钱的会是算力、云平台、模型本身，还是应用入口？你认为真正掌握 token 定价权的，最后会是现在的大厂，还是新一代的 agent 平台？欢迎你在留言区告诉我，我们集思广益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因为我会把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理论简单化的讲给你听，让你更容易的吸收。我们下期再见。